大家好，我是倪浩然医师。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很多人治了几十年的痰，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你是不是总感觉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，咳也咳不干净，吞也吞不下去，一整天时不时就要清一下嗓子，说话都觉得别扭。试过各种化痰药、枇杷膏，当时好像有点用，但没过多久痰又回来了。很多人就以为是年纪大了，气管不好，肺出了毛病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如果你一直盯着喉咙和肺，那你可能找错地方了。痰到底从哪里来？今天我们一起找出真正的根源。先说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误解，以为喉咙里的痰是肺产生的，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。中医有一句话叫肺为储痰之器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体里产生的痰最后会暂时存在肺里，然后透过咳嗽排出来。所以你感觉痰是从气管里咳出来的，这个感受没有错，但肺本身并不会制造痰，它只是负责存放和运输。这就好比你家里的垃圾桶，垃圾桶只是装垃圾的地方，它本身不会产生垃圾。如果你每天只是清空垃圾桶，却没有去管那个一直在制造垃圾的源头，那垃圾是永远清不完的。很多朋友吃了化痰药，当下感觉舒服一点，痰变稀了，好咳了，但过不了几天又卷土重来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我们只是在清垃圾桶，那个制造垃圾的工厂还在日夜不停地运转。那这个工厂到底是谁？我们接着往下说。真正在你身体里不断生产痰的，其实是你的脾。这里说的脾是中医里的功能系统，它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做运化水湿，听起来有点玄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你可以把脾想象成一台身体自带的全自动除湿机。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、喝进去的水，经过消化吸收之后，会产生大量水分。脾的工作就是把有用的水分精准地输送到全身各处，同时把多余的废水、湿气收起来，透过小便和排汗排出体外。当这台除湿机马力十足的时候，身体里的水液代谢就顺畅，人感觉很清爽。但如果因为饮食不节制、过度疲劳、年纪增长，导致这台机器的马力变弱了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脾虚，那就麻烦了。它没有办法有效处理身体里那么多的水湿，这些多余的湿气排不出去，就开始在身体里乱逛堆积。就像梅雨季节，空气湿度太高，放久的东西会发霉变黏，身体里这些停留太久的湿气慢慢越聚越浓，最后就变成了粘稠的痰。所以中医还有另一句话叫做脾为生痰之源，肺只是储痰的容器，脾才是产生痰的根源。这句话是整个问题的核心。不把脾这台除湿机修好，你的痰就永远化不完。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痰不是什么大事，咳出来不就好了？其实没那么简单。痰湿一旦在身体里形成，它的麻烦远不止让喉咙不舒服。痰湿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，叫做重浊粘滞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马路上的烂泥巴，又湿又黏，哪里都能堵。我们身体里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叫做气。气是推动所有身体功能运作的动力，气的运行需要道路通畅。现在这些痰湿、烂泥巴堵在路上，就像交通大堵塞，中医称之为气滞。所以很多痰多的人，不只是喉咙有异物感，常常还会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好像有东西堵着。吃完饭肚子容易胀气，也是因为脾胃区域的气被痰湿堵住了，运化不动了。更麻烦的是，气被堵住之后，就更没有力量去推动水湿的运行，反过来又加重了湿气的堆积，产生更多的痰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恶性循环。脾虚产生痰湿，痰湿堵住气机，气机不畅加重脾虚，脾虚再产生更多痰湿。很多人就是卡在这个循环里出不来，所以病程才会拖得那么久，反反复复好不了。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不能只化痰，还要让气顺畅的运行，同时把脾的功能补强。怎么先判断自己是不是脾虚？我接着教你4个信号。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脾出了问题，它会透过很多小细节向你发出求救信号。我教大家观察4个最典型、最容易判断的信号。如果你喉咙常有痰，同时符合下面2到3项，那问题的根源十有八九就在脾虚。第一个信号，伸出舌头看看两侧边缘有没有一排牙齿压出来的印子，我们叫做齿痕舌。正常健康的舌头大小适中，
但脾虚之后水湿运化不掉，多余的湿气跑到舌头上来，舌头就会变得又胖又大，就像一块被模具挤压过的发胀海绵，被两旁的牙齿压出了痕迹。2019年，权威的针灸推拿学报上有研究证实，舌头有齿痕与中医诊断的脾虚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关联性，所以齿痕舌是脾虚一个非常可靠的外部信号。第二个信号，观察你排便之后的情况，大便是不是常常黏黏的？冲马桶的时候总感觉冲不干净，很容易粘在马桶壁上，或者擦拭的时候总要用很多卫生纸，这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。湿气的特性就是粘滞，它跑进肠道里就让粪便也变得黏糊糊的。大便黏马桶是脾虚湿盛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。第三个信号，是不是常常感觉身体很疲倦，四肢沉重无力？很多脾虚的人会形容好像穿着一件湿衣服，或者头上裹着一条湿毛巾，昏昏沉沉，怎么睡都睡不饱，提不起精神。尤其在阴雨天，这种沉重感会更加明显。这是因为过多的湿气困住了身体，阻碍了阳气的生发，让人感觉像被绑住了一样。第四个信号，留意一些细节。头发刚洗完没多久就变得油腻，这是湿气上升到头部的表现。还有一种情况是成年人睡觉时会不自觉地流口水。在中医里，涎是脾之液，正常情况下脾能固摄住它，脾虚之后固摄功能下降，口水就会自己流出来。这四个信号，舌有齿痕、大便黏、马桶、身体沉重疲倦、头发油腻或睡觉流口水，都是脾虚在向你敲警钟。尤其是有慢性支气管炎、肺气肿这些老毛病的朋友，更要特别留意。早在2013年，中医杂志上就有一篇研究报告指出，在慢性肺病患者中，被诊断为脾虚的那组人，咳出的痰量显著高于脾功能正常的那组。就从现代医学角度，也间接印证了脾为生痰之源这个中医理论的科学性。既然找到了根源，在于脾虚湿盛和气机不畅，解决的思路就很清晰了。我们需要一个方法，能同时完成3件事。第一，把脾这台除湿机修好，恢复它的动力，这是治本。第二，把已经堆积在身体里的痰湿垃圾清掉。第三，把被堵住的气机道路疏通开。有没有这么好的一味东西，能同时完成这3大任务？有的，而且你一定不陌生，它就是陈皮。陈皮是一味药食同源的好东西，但很多人用错了。真正的陈皮，尤其是年份比较久的，有3大功效，正好完美对应我们刚才说的3大问题。第一，陈皮能健脾，它能补强脾胃的功能，等于是在修理那台罢工的除湿机，让它重新转动起来，从根源上减少新痰的产生，这是治本。第二，陈皮能行气宽中，它有一种芳香的气味，这种香气能推动气的运行，疏通被痰湿堵塞的中焦，也就是脾胃区域，松腹的胀闷感会得到缓解，道路通畅了，痰湿自然就容易被运送出去。第三，陈皮能燥湿化痰，它能直接把已经生成储存在肺里的粘稠痰湿给化掉，等于是帮你清空垃圾桶。健脾行气化痰，陈皮一味药就能兼顾，所以才说它是治痰的好帮手。但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我们说的陈皮不是你吃完橘子随手晒干的那种橘子皮，新鲜橘子皮燥性很强，不但没有药效，还可能刺激肠胃，用错了反而容易上火。真正有药用价值的陈皮需要经过至少3年的陈放，让燥性慢慢褪去，药性才会变得温和有效。比如我们常说的广陈皮、老陈皮，效果就比较地道。年份越久，药性越平和，效果也越好。用的时候取1到2片泡水喝就可以，简单方便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记住中医这2句关键：肺为储痰之器，脾为生痰之源。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肺，而在你的脾。脾这台除湿机虚弱了，身体里的水湿排不出去，堆积久了就变成痰，痰又堵住气机，气机不畅又加重脾虚，恶性循环就这样形成了。你可以透过这4个信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脾虚湿盛。舌头有齿痕，大便黏马桶，身体沉重疲倦，头发容易出油或睡觉流口水。如果符合2到3项，建议你试试用一片好的陈皮泡水，坚持喝一段时间。健脾、行气、化痰3管齐下，才是真正把问题解决掉的方法。最后还是要叮嘱一句，陈皮虽好，但它性质偏温燥。
如果你本身属于燥热体质，常常口干、口苦、嘴破、舌头很红、舌苔黄腻，或者容易长痘、面红耳赤，那就不适合用陈皮，用了反而可能火上浇油。任何调理方法都要先了解自己的体质再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你解开多年来关于痰的疑惑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也请把它分享给身边有同样困扰的亲朋好友。欢迎在下方留言写下我要健脾祛湿，为自己的健康加油打气。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，我是李浩然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